于搞明白了电动车每天充和用完充哪一个更伤电池。在大街小巷，不管是宽敞的大道还是狭窄的小路，只要不是高速公路，都能瞧见电动车穿梭其中的身影。电动车以其轻巧便捷、经济实惠的特点，已然成为众多家庭不可或缺的代步工具。正因如此，为电动车充电这一日常功课也成为了许多人的常态。然而在充电过程中，常常会出现诸多问题。冬天时，电池续航能力大打折扣，夏天里，电池又极易鼓包。殊不知，这些状况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充电方式不规范，从而给电池带来了重创。那么究竟有哪些充电方式会对电池造成损害？怎样充电才算正确呢？每天充的真相。随着电动车的普及，关于电池使用寿命的话题也日益受到关注。许多车主为了保证每天出行不受影响，养成了每天充电的习惯，认为这样能保持电池的最佳状态。然而，这种看似谨慎的做法，却可能隐藏着对电池寿命的致命伤害。频繁充电，尤其是每天充电，带来的最直接问题便是过充。电动车电池的工作原理决定了其在充电过程中会有一定量的电能被转化为化学能并储存在电池内部。然而，当电池未完全耗尽电量时进行充电，电池内部并不需要过多的电能储存，这时多余的电能就会在电池内部堆积，逐渐形成电池结晶。这种结晶就像电池内部的锈斑，逐渐侵蚀电池的容量，最终导致电池续航能力的显著下降。更为严重的是，每天充不仅会导致电池结晶，还会加速电池的老化。电动车电池的充放电次数是有限的，通常在200到350次之间。如果每天充电，就意味着电池每天都在经历一次完整的充放电循环。这种频繁的循环会快速消耗电池的充放电次数，缩短其使用寿命。尤其是对于那些依赖电动车工作的群体，如外卖骑手，他们的电动车电池寿命往往比普通用户更短，原因就在于过度的充电频率。一些车主可能会认为，只要不让电池彻底耗尽电量，每天充电可以维持电池的高效状态。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每天充电不仅不能延长电池寿命，反而会让电池在短时间内衰老。电池内部的活性物质在频繁的充电过程中逐渐失去活性，电池的蓄电能力也因此下降。这种情况就像一个人每天都吃饱喝足，但却不运动，久而久之，身体的各项机能反而会因为过度补充而逐渐退化。此外，每天充还会带来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电池过热。电池在充电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热量，特别是在炎热的夏季，频繁充电会使电池温度升高，增加电池发生鼓包、漏液等问题的风险。这种热量积累不仅影响电池的性能，还可能对电动车的其他电子元件造成影响，甚至引发安全隐患。因此，每天充的背后隐藏着一系列可能被忽视的风险。这些风险不仅对电池本身造成伤害，还可能带来更为严重的安全问题。用完再充的两面性。与每天充相对的充电方式是用完再充。这看似合理的做法，实际上也隐藏着不小的风险。许多车主认为，只有在电动车的电量彻底耗尽后再充电，才能最大限度的利用电池的每一丝能量，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然而，这种做法同样是对电池的一种伤害，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危害程度不亚于每天充。电动车电池的充电过程并非简单的满和空的循环，而是一个复杂的电化学反应过程。当电池电量被完全耗尽时，电池内部的活性物质会处于极限状态。这种状态下，电池内部的结构变得极为脆弱，尤其是电池的正负极材料更容易发生不可逆的损伤。每一次彻底的电量耗尽，都会让电池的性能和寿命遭受损害，甚至加速电池的衰老。更为关键的是，电池的用完并不意味着完全耗尽所有能量，而是达到一个低电压的临界点。在这个临界点上，电池的电压已经低到难以维持正常工作，但内部依然保留有少量的电能。
这些残余的电能虽然看似无足轻重，却在电池内部承担着重要的保护角色。如果车主过度追求用完再充，电池的内部平衡会被打破，可能导致电池无法充满电，甚至出现电池容量急剧下降的情况。此外，用完再充还会引发另一个问题，电池内部的活性物质在电量耗尽时会发生沉积，尤其是铅酸电池中，这种沉积物会形成硫酸铅晶体，堵塞电池的电极反应区域，导致电池容量的永久性损失。这种现象在电池行业被称为硫化，是电池老化的主要原因之一。长期采用用完再充的做法，电池的硫化现象会变得更加严重，最终导致电池的过早报废。值得注意的是，电动车电池在设计时通常会设置欠压保护功能，这一功能的存在就是为了防止电池被过度放电而造成损坏。然而，这种保护并不是万能的。一旦电池被频繁的完全放电，即使有欠压保护，电池的整体寿命也会受到不可逆的损害。因此，依赖用完再充来延长电池寿命的想法，实际上是一种误解。这种误解不仅不会让电池长寿，反而会加速它的衰亡。那么，究竟什么样的充电方式才是最佳选择？如何在每天充和用完再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3、电池寿命的最佳平衡点。在电动车电池的使用过程中，频繁的每天充和极端的用完再充都被证明是对电池健康的潜在威胁。面对这两种看似对立但同样有害的充电方式，车主们不禁要问，究竟怎样充电才能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首先要明白电池在不同电量状态下的反应。电动车电池，无论是铅酸电池还是锂电池，都具有一定的充放电循环次数。频繁的充放电会加速这些循环次数的消耗，导致电池寿命缩短。科学的充电方式应是根据电池的实际电量情况，适时进行充电，而非过早或过晚。一般来说，当电池电量降至 20% 到30% 时进行充电是比较合理的选择。这一电量区间既不会让电池处于过度放电的危险状态，也不会因为频繁充电而加速电池老化。通过这种适度的充电方式，车主能够有效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同时确保电动车的续航能力。其次，充电时间的控制同样至关重要。电池充电并非时间越长越好，过长的充电时间容易导致电池过充，从而引发电池过热、鼓包等问题。因此，合理的充电时长通常是在电池充满后及时停止充电，而不是一味的让电池继续吸电。一些智能充电器已经具备自动断电功能，这种技术能够有效防止过充。但对于没有这一功能的充电器，车主需要更加注意充电时间的把握，避免因过充导致的电池损伤。除了充电时机和时间的掌控，充电环境的选择也是延长电池寿命的重要因素。温度对电池的充电效果有着直接的影响，过高或过低的温度都会对电池内部的化学反应造成干扰。一般而言，充电时的环境温度应保持在15摄氏度至25摄氏度之间。这一温度范围内，电池的充电效率最高，寿命也最为长久。最后，车主还可以借助一些辅助工具来优化充电过程，例如使用带有稳压功能的插座或充电器，可以避免因电压波动对电池造成的损害。4、电池技术革新。在电动车电池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传统的充电方式已然显得过时。随着科技的进步，电池技术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这场变革不仅会彻底改变电动车的使用体验，更将重新定义充电的概念。未来，电池寿命延长与智能充电技术的普及，将为车主带来前所未有的便利。而那些曾经困扰车主的充电烦恼，将逐渐成为历史。锂电池在高低温环境下的表现远优于铅酸电池，这意味着车主可以更加自由地选择充电时间和地点，无需担心环境因素对电池寿命的影响。固态电池的充电效率更高，使用寿命更长，能够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充电，减少车主的等待时间。固态电池的推广应用将彻底改变电动车的充电方式。
除了电池材料的革新，智能充电技术也正在逐步走入日常生活。传统的充电方式往往依赖于车主的经验判断，而智能充电系统则通过对电池状态的实时监测，自动调节充电电流和电压，确保电池始终处于最佳充电状态。与此同时，无线充电技术的突破，也为未来电动车的充电方式带来了更多可能性。在固态电池、智能充电和无线充电技术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中，仍有许多技术难题需要攻克。未来的电动车市场必将因这些技术革新而焕发出新的活力。然而，面对这些未来可能带来的便利和挑战，车主们也需要在现阶段做出明智的选择。